我想，旅修不是一堂課，更不是一個旅行，它更像是一段人生的小插曲，就像是打怪一樣，你需要開副本。從第一天的小心翼翼，到中間開始信任彼此，再到最後完全敞開。我看見大家在每天早晨的瑜伽裡放鬆，在每天的冥想裡很安靜，在夜晚的分享圈裡說出那些可能連家人都沒有聽過的故事。我發現我們把一群原本毫無交集的人連接在一起了。8年前來尼泊爾，就是在透過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們来到尼泊爾交流，然後去看見世界各地的議題。然後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也進到尼泊爾的小學教書，因為他們那時候還是未開發國家，現在還是。然後那個時候我看見了這個世界原來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樣。當我一落地尼泊爾，我發現天哪，這裡沒有柏油路哎。然後天哪，他們居然要乾淨的水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天哪，他們的教室沒有很完整的設備。天哪，他們的教育體系其實是有很嚴重的斷層的。所以那個時候的我看見這些議題之後，我才發現我過得太幸福了。可是這是你不走出你的環境，你看不見的東西。所以我發現真正療癒別人，也許就是要讓他們去離開這個籠子裡面，去看看你自己會有答案。所以我在今年就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，就是我想要嘗試在國外做更多事情，所以我才開始跟不同國家的人連接，才決定在新加坡跟澳洲開課，然後在尼泊爾辦 retreat。旅修是什麼？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。因為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會回答你，旅修就是旅行加修行。但現在的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簡單。而這一切都要從上一次來到尼泊爾開始說起。上一次來尼泊爾的時候，我認識了阿密茲。我很喜歡，很喜歡。我也很喜歡，我也很喜歡，我也很喜歡。Hello, Amit. Nice to meet you. 我一直覺得他很像是上天送我的一份禮物。他是一個非常認真、非常踏實的人，對於頌缽、對於教學、對於每一位學生，都有一種近乎執着的用心。但同時，他又非常的溫暖，不會因為自己懂得比較多就讓人有距離感，反而總是願意耐心的陪伴每一個人。用最真誠的方式分享他所相信的事情。而尼泊爾對我來說，也早就不只是旅行的地方，它很像我第二個家。每一次回來，我都覺得自己好像回到一個很熟悉的懷抱裡面。於是有一天，我突然冒出了一個想法：如果這一片土地曾經帶給我這麼多的改變，那我能不能把一些人帶來這裡？讓他們也親自感受這裡的文化、這裡的人、這裡的生活方式，還有這片土地很獨特的能量。但我不希望這種體驗只是來拍照打卡，然後就離開。於是我跟阿密斯討論後，我們一起設計了這場7天的頌缽旅修。打結界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，就是每個空間它其實都有自己的秩序，所以我們要去這個建築物的核心的中心點，然後去跟它連接。从第一天開始，當大家踏上這片陌生土地的那一刻，我們為他們獻上祝福，在每個人的額頭點上 Tika。Tika 是尼泊爾很重要的文化傳統，它是一份祝福，也是一份歡迎，就很像在告訴你歡迎回家。那一刻我才發現，很多人明明才剛下飛機，但能夠看見他們已經開始流下了眼淚。
有些東西靈魂其實會比頭腦更早認出來。而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們一起吃飯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爬山，一起聊天，一起生活。就這樣在簡單的日子裡面感受日常。而這裡的飲食也很特別，它不是為了好看或者是流行，而是透過天然食材跟阿育吠陀的概念，幫助身體慢慢的回到平衡跟輕盈的狀態。有些人第一天還在想念真奶，但到了第5天，身體已經可以開始覺得變得更輕了，甚至連睡眠也變得不同。而頌缽的學習更像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旅程。我常常覺得頌缽它就像是一片海洋一樣，學1年有1年的深度，學10年有10年的深度，甚至20年後依然會發現新的東西。所以這7天，我們不是真的在教大家學會頌缽，而是在帶大家認識聲音，認識震動，認識自己的身體，認識自己的心。我們讓大家親自躺下來體驗療癒，也帶着大家把缽搬到泳池旁邊，讓身體漂浮在水上，感受聲音透過水傳遞進身體的感覺。這是一個很難用言語形容的體驗。而我跟阿密斯一直想傳遞給大家的一個觀念是，學習療癒真的不一定是為了幫助別人，很多時候是為了先讓自己好起來。當一個人開始照顧自己，開始理解自己的傷口，開始願意陪伴自己的脆弱，那些改變就會自然的發生。而當一個人越來越完整，他也會開始更自然的對這個世界溫柔。那些微小的善意會慢慢改變身邊的人，也慢慢改變了這個世界。而最讓我感動的是，我真的看見大家改變了。從第1天的小心翼翼，到中間開始信任彼此，再到最後完全敞開。我看見大家在每天早晨的瑜伽裡放鬆，在每天的冥想裡很安靜，在夜晚的分享圈裡說出那些可能連家人都沒有聽過的故事。我發現我們把一群原本毫無交集的人連接在一起了。明明是陌生人，明明沒有血緣關係，但就有那麼幾個瞬間，我仿佛看見他們的靈魂正在手牽着手跳舞，看着彼此流淚，看着彼此大笑，看着彼此擁抱。我才突然發現，原來我們做的事情真的比我們原本想的還要更多更多。旅修本來好像只是旅行中的修行，但後來我發現，旅修其實是在創造一個空間，讓人有機會重新遇見自己。而在這7天裡，沒有人需要變得更厲害，也沒有人需要證明什麼，因為人本來就不需要被修好呀，我們又沒有壞掉，我們只是太久沒有好好的陪伴自己。而如果這7天大家都能夠把照顧自己的能力帶回生活裡，慢慢學習傾聽自己，學習與自己相處，慢慢學習愛自己，我想這就是我跟阿密斯能送給大家最珍貴的禮物了。所以你問我旅修是什麼？我想旅修不是一堂課，更不是一個旅行，它更像是一段人生的小插曲，就像是打怪一樣，你需要開副本，一個重新讓你看見自己的機會。而或許只有當你真的走進這個空間，走進這個土地，走進這7天的故事裡，你才會也寫下屬於你自己的答案，專屬於你的旅修故事。